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1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盟稀土去中化，转投资澳大利亚；曾是川普盟友共和党议员格林辞职；东北衰退愈发严重，专家分析中共体制恶果。感恩节临近，一窥400多年前的菜单。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中共上个月突然祭出的稀土管制引起了各国的警惕。继美国之后，欧盟也宣布投资澳大利亚的矿产，确保稀土等关键原料供应。接下来很快会公布具体的合作清单。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周五宣布，为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欧盟已完成第一轮特别计划。其中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是优先事项，因为欧盟正面临稀土与锂金属短缺。而这些矿产对 AI 研发、国防产业起到关键作用。欧盟澳大利亚的合作模式仿照日本，日本通过投资矿山和加工厂，满足自身的关键矿产供应。早在2010年，中共曾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禁令，当时对日本的高科技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促使日本开始寻求其他供应链。欧盟或准备用入股、签署长期合约或合资的方式与澳大利亚合作。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透露，近期会公布更多细节。今年10月9号，中共突然扩大稀土出口管制，让世界各国措手不及。美国快速反应，仅在11天后的10月20号，就与澳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协议，确保供应链安全，对抗中共垄断稀土。预计未来6个月里，美澳会各自投入至少10亿美元，启动新的采矿和精炼项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田园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稀土话题，就是北京近日不断的抨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备询时表示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日本可能军事干预的言论。中共除了从旅游、文化、禁止进口水产品等方面的报复，是否会像2010年时切断日本的稀土供应？请看分析报道。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当中国发动攻击时》一书的作者。他表示，当前的中日争端，中共可能像2010年那样打出稀土牌，但日本已没有那么依赖了。The Japanese have done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one else at breaking the dependency on the Chinese for rare earths. They used to be, well over 90%, and now they've got it down to about 60%.Which is a lot less than us. 纽瑟姆还表示，日本人一直关注核武和核能。当危机出现时，日本和美国可能会做出许多目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They've got nuclear power, but they've been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eapons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of course, as we heard during sort of the end of the Prime Minister Abe.era, but also after he stepped down, he was talking about things like, well, maybe letting the Americans bring nuclear weapons onto Japanese territory. That might not be such a bad thing. And the Japanese have always been very concerned that the Americans might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to defend Japan if necessary. 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史蒂芬·纳吉认为，当前中共将继续从不同方面施压日本经济，但日本不会改变立场。So they've cut off seafood exports into China. They're likely to cut off other trade imports into China. I expect ad hoc inspections on Japanese businesses in China. I expect exit bans on some Japanese citizens. There'll be quite a few different tactics used by the Chinese to try and shape and influence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但分析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策略的效力也会递减。Every time they use these tactics,
Japan learns how to manage this,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learn how to manage China's coercion, and they become less effective, not more effective. 金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宇为综合报道。对于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正在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失去尊严，要么失去一个关键伙伴。这份框架协议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和军力等领域做出重大让步。同时，美方给出的最后期限是下周4。普京已经对该协议表示了乐观态度。Зараз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моментів нашої історії. 美国周4正式向基辅提交了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乌克兰可能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Або втрата гідності, або ризик втрати ключового партнера. 这项涵盖了28点内容的和平协议框架，要求乌克兰需要在领土、军队规模等多个方面做出让步。泽连斯基预计，未来1周的谈判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要考虑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但他也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寻求解决方案。Я буду наводити аргументи, я буду переконувати, пропонува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але точно ми не дамо ворогу приводів сказати, що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що це. 据匿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基辅这次面临的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美方甚至威胁要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供应，来迫使乌克兰同意和平方案。美方给出的最后期限是下周4。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布莱恩·基尔米德秀采访时肯定了这个最后期限。Well, we have, I've had a lot of deadlines, but if things are working well, you tend to extend the deadlines. But Thursday is, we think, an appropriate time. 川普总统表示，其实乌克兰正在失去土地，他们将在很短时间内失去顿巴斯，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停止这场血腥的杀戮。川普还补充说，美国会继续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严厉的制裁。周五，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通话。会后，泽连斯基发文表示，双方同意乌克兰将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层面与美国和欧洲合作，共同制定俄乌和平计划。同一天，泽连斯基还跟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领袖进行了通话。这些欧洲盟友都对乌克兰表达了强烈支持。But the principle that Ukraine must determine its future under its sovereignty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e EU has a simple two-point plan: support Ukraine and pressure Russia. The EU is providing record levels of military support to Ukraine to help to defend itself,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莫斯科周五也收到了美国拟定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普京表示，他相信这份计划可以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基础。这波川普总统主导的外交行动正在加速推进。此时，正值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之际。俄罗斯周4晚宣称，俄军已经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地区横跨奥斯基尔河的大城市库皮扬斯克，但乌军否认该市已经沦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白宫会见纽约后任市长马姆达尼，两人就交通治安议题以及市民福利等多项议题发表回应。同时，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新和平方案也引发了国际关注。以下是白宫记者张亮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白宫会见纽约后任市长马姆达尼，双方针对市政、治安以及民生议题进入了深入的交流。川普总统与马姆达尼虽然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但也达成了许多共识。会面后川普称赞马姆达尼，并承诺会合作。I think he's different, and that can be in a very positive way. New York is at a very critical point, and he does need the help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ally succeed, and we're going to be helping him. New York City, and I appreciate the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which focused again on the 5 boroughs and whether New Yorkers could afford to live there. 在治安问题上，双方强调维持现有警力水平，让警察专注于打击严重犯罪，同时加强处理心理健康相关案件。而针对未来的可能的分歧川普这么说 I think we'll probably come to a conclusion, and ultimately he'll convince me or I'll convince him, it's for the good of New York. Ultimately, it's for the good of New York. I don't care about affiliations or parties or anything else. I want to see
If this city could be unbelievable, if he could be a spectacular success, I'd be very happy. 在俄乌议题方面呢，美国提出了28点和平计划草案。对此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五表示，在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的通话中，誓言呢永远不会背叛乌克兰，并明确表示将提出28点和平计划的替代方案。Я буду наводити аргументи, я буду переконувати, пропонува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але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回应，认为美国的方案可以作为和平基础。目前，美国提出的28条和平方案呢，仍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之间呢进行审议。据指出呢，这份计划涉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来的核心要求，包括将俄军目前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永久化等。对此呢，欧洲领袖态度谨慎，但也公开肯定美方的努力，认为这是一项朝向和平的重要尝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兴，美国白宫报道。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周五宣布辞去议员的职务。他曾经是川普的铁杆后援，但是近期两人却公开决裂，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I'll be resigning from office with my last day being January 5th, 2026. 川普日前不再支持他的昔日盟友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最近几周，格林批评川普过度注重外交，而没有美国优先。两人也在性犯罪者爱伯斯坦档案是否公开上出现分歧。尽管川普一度反对，但他近日还是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在30天内公布爱伯斯坦案相关文件。格林也强力支持过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Democrats' damaging policies like the Green New Deal, wide open, deadly, unsafe border policies, and the trans agenda on children and against women. With that has brought years of non-stop, never-ending personal attacks, death threats, lawfare, ridiculous slander and lies about me. 面对格林的指责，川普先前回应说，这一切似乎开始于我寄给他的一份民调，显示他不应该参选参议员或州长，他的支持率只有12%，毫无胜算。目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各有219与213席，格林辞职后将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优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下面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周六，20国集团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知情人士透露，会议间隙，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安东尼奥·科斯塔等就美国提出的乌俄和平计划进行了讨论。此前，美俄两国谈判的结束乌俄战争的28点路线图，欧盟没有参与。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表示，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鲁斯杰姆·乌罗梅夫周六表示，乌克兰正在瑞士和美国就结束战争进行磋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五发布航空警报，鉴于委内瑞拉境内和周边安全情势恶化，军事活动加剧，建议在麦凯蒂亚飞行情报区内飞行的操作员在所有高度飞行时保持谨慎，并要求航空公司提前72小时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供航班计划通知。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都表示，已在此前停止了飞越委内瑞拉。周五，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到达新西兰基督城访问，在他下榻的酒店外，10多位法轮功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横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些亲共团体多次试图遮挡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横幅，遭到当地警察制止和警告。后来，这些人不得不站到法轮功学员的横幅后面。赵乐际在国内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已被新西兰等多个西方国家记录在案。周五，加拿大卑诗省官员称，一头灰熊周四在卑诗省贝拉库拉的步行道上袭击了一群学生，3名儿童和1名成年人重伤，目前伤者仍在治疗中。卑诗省自然资源保护处已经在该地区搜寻这头灰熊。保护处警官杰夫泰尔表示，执法人员已经部署了陷阱和摄影机，敦促居民避开该区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江迪亚综合报道。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日前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比害怕美国的航母或者核武更深。他呼吁华府把宗教自由列为美中关系核心，并且建议将中共迫害法轮功认定为群体灭绝罪。
好的，主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宗教自由听证会，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受邀作证，语气罕见强烈。I think we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recognize a genocid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being don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have sought to wipe them out. 布朗巴克说，中共正在对信仰全面开战，而宗教自由不只是人权议题，更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ears Falun Gong more than anybody, but much more fearful of that, as I said, than of our aircraft carriers or nuclear weapons. They fear their own people. Well, why? Well,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losing control. They're not acting like a confident country. 布朗巴克提出建议，包括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纳入国安战略，联合民主国家施压中共采用经济制裁，并由美国的高层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领袖会面。The CCP fears the power of faith because it is a source of values and moral authority it cannot control. 布朗巴克呼吁美国正式认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构成群体灭绝罪，并指出多年来大量学员遭虐杀、酷刑与摧残的案例，显示中共意图消灭这个群体。布朗巴克表示，宗教自由是美国在全球价值竞争中的最大力量，而非军事武器，呼吁华府把这项价值放回美中关系的中心。接下来把画面回给主播。下面是广告休息时间，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衰退愈发严重，专家分析中共体制恶果。中国东北3省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人口急剧外流，养老金体系濒临崩溃，俗称的东北现象已经成为全国焦点。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东3省贯彻中共体制最彻底造成的。东北的现状或将是全中国的未来。东北现象是指东北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结构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重工业结构难转型、人口结构恶化、经济断崖等现象。近年来，东北3省人口危机持续恶化。近10年来，东北3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超过1100万人。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为3.5%，相当于每1000人只有3个新生儿，为全中国最低水平。同时，理解比高达81%，且老龄化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辽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900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21.9%。种种迹象表明，东北人口在加速减少，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使东北危机更加突出。分析指出，这是中共计划经济与国有制在东北贯彻最彻底的直接结果。东北曾是中共模式的试验田，如今却成其最大受害者。98年是什么呢？那是整个全国的工业全行业亏损，这时候中计是要搞改革。那东北它是老工业基地嘛，这个改革是一种掠夺式的、强迫性的，导致了东北大规模的下岗，自身的经济坍塌，解决不了就业问题，那只能逼得东北人外流。就是说，中共它那个体制在东3省它是那个最鲜明的，实现的是最彻底的，所以它对整个社会的戕害也是最严重的。现在这个恶果都暴露出来了。分析还指出，东3省现象预示着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性危机的缩影。如果中共政局继续向左转，如果全国各地都跟着东3省那样紧跟这个做法的话，那东3省就是先行一步。大家都逃不了这个命运。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特约记者顾晓华、李元明采访报道。美国司法部周3宣布，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因为涉嫌主导大规模的跨国贩毒洗钱集团，已经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接受提审。据司法部周3发布的公告，38岁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指控向美国走私了数千公斤的可卡因、冰毒和芬太尼，并通过数百家空壳公司洗钱近1亿美元。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张志栋2006年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进入西班牙语系就读。2010年毕业后，他前往墨西哥，在一家中资企业当翻译。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之后，他便利用语言优势、人脉和精明的头脑，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和洗钱网络。
之后，他还与一位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的女儿结婚，以此获得墨西哥国籍。自2016年起，他开始为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与哈利斯科这些新生代贩毒集团走私，以及制造芬太尼前体物质。他被称为墨西哥芬太尼毒王，人称王哥或中国佬。去年，张志栋在墨西哥被捕，但今年7月他越狱后逃到古巴，并试图用假护照前往俄罗斯，却被俄方识破后送回古巴。古巴当局再次确认了他的身份后，于今年10月底将其逮捕，并立即送交墨西哥，最终被直接引渡至美国。专家指出，此案凸显了中国犯罪集团与墨西哥贩毒势力的关系正在急速升温，而且在过去10年间，中共已成为南美贩毒集团所获现金的主要洗钱者。调查人员透露，中共洗钱集团的关键在于大量中国民众受到严格的资本管制，每年只能汇出约5万美元。为了把钱汇出去，他们愿意支付高额的费用，洗钱者则从中牟利，因而能以低于市场1%到2%的佣金替墨西哥毒贩洗钱。相比之下，过去毒贩洗钱要等10几天，费用高达7%到10%。但中共的洗钱模式出现后，不仅更快、更便宜，也更难被追查，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执法单位面临更大的挑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美国移民申请费上调，非法移民退税福利取消。美国移民局周4发布公告，根据大而美法案上调2026财年的移民的相关费用。美国财政部也宣布，非法移民2026年起不能享受4项退税福利。根据移民局发布的调整费用，年度庇护申请费、就业许可及工卡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申请等费用都增加了几美元到10几美元不等。I-589 庇护申请费、I-765 庇护申请人的工作许可延长或续签、I-360 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申请费用保持不变。另外，根据财政部的公告，非法移民与其他不符合资格的外国人将无法领取4项退税福利，包括劳动所得税抵免、额外儿童税抵免、美国机会税抵免和储蓄匹配抵免。是持签证入境，但是正在申请庇护尚未获批的人。那么这一部分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只要庇护还没有获批，身份还没有转换，你都被认定为法律上定为非合格的外籍人士，未来可能也是无法领取退税福利的。有纽约会计师表示，取消退税福利对中低收入家庭会有明显影响。对中低收入家庭是影响蛮多的，就是从每一个 credit 大概都会有1-2千到5、6千块。这么多钱的，所以差起来的确一个家庭可能会差1万多块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纽约采访报道。圣诞节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1年1度的梅西百货圣诞橱窗展在周4下午拉开帷幕。来看记者陈曦的报道。我现在正在曼哈顿34街的梅西百货公司，这里被称为纽约的节日季起点灯塔。就在我身后，1年1度的梅西圣诞橱窗正在随着红色帘幕的升起正式亮相。这里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游客专程而来，不少纽约客甚至把来看橱窗当成年底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梅西的圣诞橱窗展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今年的主题是最美好的故事从这里开始。Yes, every year. Like the moment they put the decoration, we're first here. We love it. This is like iconic New York place to be. 我觉得比去年的漂亮。对，它这个感觉比较3D， 比较立体，然后我觉得比较梦幻。It's something that's traditional. People look forward to it. People travel here from all over the place to come see these windows. It's historical. So we have the time periods of our first, starting from our first interior Santa, our first holiday windows, our first Thanksgiving parade, and so on. 在梅西百货的8楼是100年经典的圣诞老人乐园，今年是圣诞老人第164年光临梅西百货了。全新升级的北极村景观、互动体验和圣诞老人见面小屋率先向媒体披露。
Are you excited about Christmas? Yes, of course, so excited. All the boys and girls should come to see Santa at the world-famous Macy's Santaland. We see so many children every year, and I love to remind them that Santa asks them to be good. 想要跟圣诞老人见面的民众可以到梅西官网预约。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陈曦、洪生纽约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感恩节临近，一窥400多年前的首次菜单。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一天的重要性不亚于亚洲人的新年。感恩节的餐桌上少不了火鸡、馅料和蔓越莓酱。不过400多年前，清教徒和原住民的第一次感恩节盛宴上，这些东西可不见得出现哦。从历史记录看，1621年普利茅策的第一个感恩节中，唯一提到的食物是6只鹿。因为当时在英格兰，鹿肉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平民吃不到，能在宴席上吃到鹿肉格外令人兴奋。Cranberries were around, but they were bitter, and people generally didn't eat them until they had enough sugar to pack into it. 而当时没有太多甜味来源，糖是非常昂贵且罕见的调味料。There weren't potatoes either. Potatoes weren'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part of the English or the colonial staple diet for over 100 years. 比克汉姆表示，他们有可能吃南瓜和生蚝。当时美洲原住民主食有玉米、豆类和南瓜。原住民教会第一批清教徒种植作物和捕鱼，生蚝是清教徒撑过第一个冬天的关键。估计南瓜派不会出现在餐桌上，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乳制品。也不清楚当时有没有火鸡大餐，记录中并没有记载。So many of the traditions that we associate with Thanksgiving today, like the turkey on the table, took sha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ranberry sauce wasn't big until the 20th century. Pumpkin pie didn't really take off as a major dessert for Thanksgiving until 19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感恩节的菜单一直随着时间而变。比克汉姆教授提醒，感恩节真正的重点不是你吃了什么，而是你和谁一起度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高玉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